我沒有查到所謂的廚子版戰狼的完全的這個就是出處，但是有非常多的，包括有他說什麼類似於什麼廚房版戰狼啊，這廚師版戰狼啊，這些都是有的，都給打了1分哦。還有很多豆瓣打分有提到，就是說認為這是戰爭財。所以口碑是比較兩極化，但是新加坡聯合早報單獨把這個廚子版戰狼這個拿出來講，我覺得還是請老師，因為老師有看過嘛，來幫我們做一下這個分析。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報道分為2類，第一類就是貌似公正的吹捧美國，第二類就是貌似公正的陰陽中國。這個廚子版戰狼就是後者。現在呢，基本上在電影裡面已經有了4戰了。第一個是戰狼就是吳京的那個原版戰狼。第二個呢叫戰球。什麼叫戰球呢？就是流浪地球系列，尤其是流浪地球2裡面那個50岁以上人出列之後，這個就徹底變成了戰球，就像戰狼一樣的地球啊。第三個呢叫戰媽，就是戰媽。什麼叫戰媽呢？就是阿媽的情書，就是阿媽的情書阿媽的情書就是叫做戰媽，知道了吧？然後呢，龍餐館呢就變成了戰廚這就是4戰。這4戰的共同特點是什麼呢？這4戰的共同特點就是讓中国的精美破防，讓中國的今日破防精美跟今日们之前好不容易有了一波反撲，什麼反撲？他們拿到了一張中產階級身份證。什麼叫身份證？奧賽德的點印又開始嘚瑟起來了。對。然後回到龍餐館，龍餐館這個片子我是非常推崇的。這個非常推崇的這個對龍餐館的攻擊已經這應該是第幾輪啊？這應該是第2輪或者是第3輪了。第1輪講的是什麼呢？第1輪講的是龍餐館3觀不正，是個投降派就是講說說龍餐館裡的廚子面對美國人、面對恐怖分子、面對當地人，除了做飯和讓他們吃飯之外，啥都不能做。這是第一個批判覺得這個東西是要在诋毀中國，就是用一種非常貌似激進的跳出來偽裝中我來搞。然後後來呢，就第二個是什麼？第二個說什麼？就是說今天中國已經這麼強大了，你還去拍一個廚子，就除了做飯啥都不能做怎麼樣？這2輪投降派攻勢弄完之後呢，大家都覺得這幫人精神病，就覺得这精神不正常，一看就是來反串的，就沒有那麼理。然後第3版呢，就把它稱之為叫做廚子版戰狼。這個廚子版戰狼呢，是真心引發了共鳴。為什麼叫真心引發了共鳴呢？因為這部片子裡面罵了美國人，他非但罵了美國人，而且走出了一條不同於美式反戰路線的對戰爭的批判。裡面有一句經典台詞，就是美軍不管是上到軍官下到士兵，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帶伊拉克，指着伊拉克的小孩子，就這些人生來就是恐怖分子，生來就是恐怖分子。這句話至少重複過2次。然後徐福後來就是那個徐福，就是那個廚師的名字，又回了一句，沒有你們這兒他媽哪來那麼多恐怖分子？這是在現在所有的反恐反戰影片當中第一句把美國和恐怖分子的關係講清楚的台詞，一句話，沒有你們這兒哪來的恐怖分子？這裡面說我不知道這個廚子版戰狼它從何說起，它裡面唯一講到跟他們認為所謂戰狼的情節，就是到這個片子的最後，他先是被美國抓到了黑獄，一個仿照阿布格萊布監獄建立起來的黑獄。進去的人不通報大使館，不通報家人，不給戰俘待遇，就在裡面拷打逼供。然後後來這個黑獄被劫了以後，恐怖分子挾持了他進了一個恐怖分子學校，然後在這個學校裡面，最後他帶着一部分小孩逃出來，在半道上他自己本人還是被這一群人被追上的恐怖分子又截停了之後，這個人就主角還是被戴上頭套處決的人手下留情，用一種巧妙的比较那个的方式放了他一馬，然後回去的路上，這些人被這個邊防軍什麼救出來，大概就這麼過程。我不知道他和戰狼有半毛錢的關係，你只能理解為什麼？理解為這些人的 PTSD 發作了。什麼發作了？你中國居然敢指責美國！你中國居然敢指責美國，你居然敢去指責美國，事實上造成了恐怖分子在伊拉克的泛濫，你居然敢說出真相，你好大的膽！
新加坡聯合早報在這點上心有戚戚焉，所以寫了一篇貌似公允的文章，但是前3行就把罵這個電影的廚子版戰狼這幾個字給貼上去了。是的，但我看了那篇文章真的太惡心了。所以新加坡聯合早報就是在国內就是一個已經沒有任何中國民众公信力的這麼一個，就你說他是，你甚至不能說他是個反賊，因為他沒有這個能力。你說他是個反賊，你都高估他了，覺得他好像真的能夠做成什麼一樣。他现在就像個小丑，而且新加坡聯合早報再這樣下去，在電影上他可能會變成一個反向指標，就所有被他批判的都是好電影，很有可能就變成這個樣子。尤其是在涉及到相關的一些內容，就大家自有去公平。當然，龙餐館裡面，我的印象最深的一點是什麼？就是說，這部片子出現生逢其時，它是一部靠着自來水，不是靠着大規模的宣發，然後成功破圈，引發關注的。這個引發關注的點是什麼？就是說，他開始把一個非常樸素的問題放在所有中國人的面前。中國人的這麼一個簡單的生活，大家要求大家一起坐下來好好吃口飯，過上幸福美好生活，這個訴求在今天的這個世界如何才能實現？如何才能實現？而這個世界事實上你會發現它也是联動的。什麼叫联動的？就這個世界上如果有些地方真的不太平，真的亂七八糟，你以為你在家能好好吃飯嗎？你不要看中国，你看美國的911，你在家裡坐着，你在外面做的孽也會找上你的，也会找上你的。你不要以为霸权国的老百姓就能隨時隨地好好吃口飯，他也吃不到的。你只有像中國這樣把整個世界當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那兒建的國家，你才有可能讓大家都坐下來好好吃飯。好好吃飯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產品的縮影，是安全，是秩序，是良性的發展。這個東西一定要普惠，一定要包含盡可能多的人，不能有那種被人忘在角落裡面，但遭遇着極致不公平的那種扭曲，終有一天它會發酵，它會成長。而這個東西一旦起來了之後，同樣的，你以為你是那個霸權在那大殺四方，逼急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在那個龍餐館裡面，老師又有一點卡，老師稍微退一下啊，稍微退一下再進來。龍餐館這部電影呢，我還沒有看，因為還沒有在海外上映。但是我了解龍餐館最開始除了是我發現老師去看了之外呢，是因為我的認識的一位朋友，我有他的那個微信叫方浩明，大家應該都知道，中央衛視的那個記者方浩明，他本來是在伊拉克這個出生的，然後小時候呢跟這個家人從伊拉克來到了這個中國，然後現在呢也是中央衛視的記者。我上次其實有在兩會的時候呢，有對他進行過一個簡單的訪問，然後他有出一本新書叫做《我重生的地方》，就講的是他在中國的這些日子。他當時在龍餐館當中，他有出演，應該是有出演。我看他發的朋友圈啊，我看那個方浩明就是發的那個朋友圈呢，他上面有他跟沈騰的一個，就他好像是餐廳服務員推車過去的。我當時看到他方浩明發的那個朋友圈，然後我緊接着就看到那個沈一老師發的這個微博，就知道沈一老師去看了。我說呀，方浩明在裡面還有演呢，所以這個來沈一老師繼續談一下您印象最深的。就這裡面印象最深的當然就是很簡單，沈騰演了一個非常標準的中國式的廚子。這個中國式的廚子把中國民眾面對世界的真實心態演繹得淋漓盡致，沒有口號，沒有那種標籤化的，只有看到了什麼真正意義上的人性。這個龍餐館一半的時間，一半以上的時間，在他抓進黑獄以上的這個時間，沈騰在想什麼？沈騰在想，我在到外面去打工，然後掙錢幹嘛？還老家欠的債。他是去做生意的，然後這個做生意不是什麼保家衛國，我家裡欠了債，欠了一屁股債，做生意失敗了，然後我在外面去打工掙錢。所以你看到了什麼？你看到了，不是他做廚子的時候不做這個左宗棠雞，做宮保雞丁，是打了伊拉克戰爭進來了之後，那個人過來跟他說，我們去看那兒開一個龍餐館，他這時候坐地起價，不滿足於做一個廚師，要50%的股份跟你合夥。然後對話的時候，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對方剛剛講了一個大概的計劃跟構想，他就直接把對方一個月能賺多少錢給算出來了，開始討論怎麼分賬。然後第二輪，等到他開始運營那個龍餐館起來了，中間有一段是跟綠區裡面那個美軍
他跟那個美軍最好的一段是什麼？他們讓他們自己私藏了一瓶酒，你知道那個時候啊，伊拉克是阿拉伯國家禁酒的，他私藏了一瓶酒，看到了這瓶酒之後，那幾個美軍眼睛都直了，把身上所有的現金全部都掏出來，然後用大概3倍的價格把這瓶酒買下來，然後沈騰跟他那個助手两人一看，直接找到他们那個合夥人，你不是有管道嗎？來，我們做走私酒，把那個地方做成了一個酒吧，然後白天賣飯菜給伊拉克人，給伊拉克那個水利部送飯，晚上幹嘛？晚上多國部隊在那兒狂嗨，變成了就像標準的那種美軍地下酒吧，幹嘛？發戰爭財。這個是發戰爭財。發戰爭啊，這戰狼嗎？毛個戰狼呀，對吧？但是謹守理念，抓住本心，什麼？你的孩子，你就是孩子，你怎麼對孩子動手？你对孩子動手是不對的，就這麼回事。然後在後面慢慢的進去，包括什麼？包括在監獄裡面他被抓到黑牢裡面去了，在黑牢裡面立刻就開始做左宗棠雞，因為很簡單，那幫人的美國人的口味他們說了算，為了混那個日子，你說有那種戰狼式的節操嗎？沒有啊，沒有看到那種所謂的，不管是刻板的還是真實的，我沒有從他們身上看到任何戰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兩個非常標準的中式小人物，普通民眾，他們甚至有着某種美式片裡面蜘蛛俠成長起來的某種印記跟軌跡啊！這是啥戰狼呀？這戰啥狼呀？他也不同情恐怖分子啊，他用小孩的眼光見證了什麼？就是說，恐怖分子告訴小孩你是偉大的戰士，但實際上是利用小孩去運炸彈，就把它當成個人肉炸彈運送的容器，他們是被欺騙的。他們是去被騙去當炮灰的，甚至有這樣的對白跟台詞，所以我真的也不理解這幫人。唯一能講到的就是說，他們沒有像美國人那樣套用那個刻板化的解救中東問題的敘事框架，他們也沒有讓一個美國人去當救世主，他讓一個中國人去當了拯救者，他讓這個說出了實話，在中國人眼中，他甚至全篇甚至是沒有中國軍隊的。你想他寫的是，他基本上是04年開始嘛。那段時間，當然片尾後面有一些東西我們可以去思考。什麼思考？這個思考就是各位，你對於伊拉克提到伊拉克這3個字，最後出現在你腦子裡面的場景是什麼？就是戰爭啊。曾經有段那很亂的，亂着有沒有突然間覺得伊拉克突然間消失了？那幹嘛去了？局勢穩不穩定啊？恐怖分子去哪兒了？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運行情況是什麼？有興趣的你們去查一查啊！中國到現在為止，在伊拉克和伊拉克政府已經搞了多少聯合援助和建設的項目了？提供了些什麼東西？你以為那邊的局勢是莫名其妙就穩定下來的嗎？就算是有其他的這種地區性的民兵武裝形成了一個安全結構，但真正的問題永遠是什麼？永遠是經濟啊，永遠是基礎設施啊。美軍現在是不是還沒有完全最後撤出伊拉克啊？美軍？我記得是不是要你去看吧，就那邊的局勢說起來，你這個時間肯定不夠。但是那邊的局面就是很簡單，當地現在在經濟上能夠處於相對穩定階段那這個在一定程度上和龍餐館最後的那部分內容，就是已經快要收尾的那部分內容是有非常微妙的關聯。至於這個關聯是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